这次其实剧中饰演的是2重身份嘛，就涂山璟和叶时七。就在饰演这2重身份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叶时七的话，他呢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也没有那些责任在，他的全世界呢都是小妖。涂山璟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所以就是看到后面的剧情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心疼他，就是真心的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善待涂山璟。但是我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区分2种人物状态，因为叶时七和涂山璟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像在演叶时七的时候的话，因为他的世界很简单嘛，所以说身心上面就是比较放松和自在的，然后无忧无虑，每天都很开心。必须要只听我的。然后在演涂山璟的时候，那拍每一场戏之前，我可能就会把这场戏的上一场，甚至是更前面的场戏都要去复习一下。其实是因为涂山璟在每个时期遭受的一些痛苦、压力以及情感都不一样，所以要把他经过的每一个事件都连贯起来，达到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连贯。这样的话，能够很准确的让我去找到他的情绪，进入角色，然后让涂山璟这个角色引导我进行表演。作为演员来说，你觉得挑战哪一重的时候是会更挑战？涂山璟吧，因为涂山璟他遇到的事情太多了，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爱情上面的事情，心里承受的事情很多。经常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着急，然后又很生气，但是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我觉得这个来说，对我是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要稳住我自己的情绪。因为太多时候我都想去替涂山璟去让他做事情干脆一点，但是涂山璟是一个细腻的人，他会顾及每一个人的感受，他很怕去说话什么伤到对方。邓为本人和涂山璟之间，他有纠结和挣扎在，纠结很大。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遭遇非常的难过，深深的带入了角色。对，深深带入了这个角色，因为跟他相处了也有半年的时间吧，就是甚至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里不拍戏的时候，会以涂山璟的这个思维去考虑事情。那作为演员来说，去感受这些东西，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去带入它呢？其实在进组之前的时候，就有很认真的在看这个角色，然后会去写一些人物的阐述，把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话都画出来，去理解他，去看他，其实就是为了提前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到现在为止，想起来还很印象深刻的戏份有什么吗？因为刚才也说过了嘛，涂山璟的身份生活了好几个月，自己都没有意识的，就是去用涂山璟的思维已经去考虑任何事情和问题了。我是非常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他有多么的爱小妖。那场戏就是他最珍重的人以一个鲜血淋漓的一个样子躺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涂山璟的那种崩溃。现在聊起涂山璟，还是会控制不住情绪，控制不住。虽然说知道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但是也很清楚中间都经历过什么。这就是做演员的比较奇妙的事情。经历这些角色的事情，就是给我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演员这份职业独特的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只有演员这个职业才能体会到每一份不同的人生和人物。其实对你来说，这个角色他经历的是一个超过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事情，对于你自己本人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让我去体会到了我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些情感、一些事情和经历。对我来说的话，我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虽然说过程中自己本人会很难受，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真的很珍贵。不要！郑国可以有战死的将军，不能有投敌的王储。欲伤我子民，先问过我的剑。护阵！形之美，人人可见；心之美，非眼能看到。我愿意独享。这2年来，大家对你的期待值和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嘛？你觉得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压力吗？压力其实还好啦，我对这些其实想的不会那么多，我就是想要做好我能做的每一件事情。反而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可能压力会有点大，就比较专注自己，还是我会更加的去注重我
拍戏的时候，像是塑造角色啊之类的，像是大家说的我不足的地方的话，可能我自己不会去看的话，但是我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我，我会努力去完善，因为我其实自己要去努力的地方很多的。在那个过程中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吗？其实说不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需要继续修行的地方。就演员邓为来说，你觉得告别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是在什么时候呢？告别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不可能是杀青的当天，我完全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说我后面没有马上进组的话，可能就是会杀青过后的1个月左右，才会慢慢的从角色里抽离出来。自己都已经遭受过无数次了，所以她不会说像一般的女主那种看到这个她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她一上来其实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像这种角色，它打动人的点在哪呢？复杂，然后我觉得可演性很强，想要去把它展现出来。我是为什么会接这个角色，是因为我刚开始先看了剧本，我会发现我一口气先看到了10集，然后就不停地往下看，我很想知道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我觉得塑造这个角色真的特别的难，他太立体了，他不是说只有这么一个性格。我觉得女生她是一个很渴望爱，但她同时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在塑造她的时候，会这些细节方面会多多的去想一些，然后表达一些。想吃我呀？吃我没问题啊，只要你不嫌脏，你就把我吃了呀。那这次剧组氛围怎么样？大家在现场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吗？就是这个组待得很快乐，每个人都相处得很愉快，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像戏里那个角色，演起来非常过瘾。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好的演员，我就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读了原著，然后他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角色，所以大家到现场一演起来就很舒服，很合适。那有没有什么让过瘾的那种时刻？都很过瘾，但是很虐，再忍忍就好了，撕心裂肺的。然后跟17呢，就是那种是2个人很温情、很柔软，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然后跟相柳呢，我觉得更多的是2个人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都会让我会觉得心里会有代入感，也很投入。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六。那这次其实饰演了小六和小妖2个身份的角色嘛，在饰演这2种不同身份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很舍不得小六，但是我演小妖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很可怜，就他有一段很艰难的岁月，他觉得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他的，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都是表面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人真正的说能为你放弃所有啊。当然，涂山璟可以。所以他选择了涂山璟，当然是也是因为爱情吧。所以我会觉得，到了小妖那个地步的时候，更多的他有了一丝的胆怯跟脆弱，他比小六的时候脆弱了。这些东西他在他身边，他又好像能得到了，但其实又得不到，他又有那种怕失去的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小六的状态，无忧无虑。就是他退却的点是在哪呢？他害怕，他其实是害怕失去，就好似我现在是王姬了，好像天下的东西都是我的，但其实在利益面前，在立场面前，我永远是那个被舍弃的人。所以他很懂得自己的位置，也懂得分寸，这个是让我很心疼他的一点。他永远没有办法像阿念那种，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大声说，他永远会在想说，我做这个事情涂山璟怎么办，那我做这个事情相柳又怎么办，就是他永远是在为所有人在想，考虑的太多也是一种负担的。对呀，而且我觉得他们都给过小妖很多次的希望，但结果到最后，其实他永远是被大家舍弃的那一个。可能跟他原生家庭也有很大原因，就是首先他的父母先舍弃了他，他就不敢相信爱了。昨天河里刚洗过澡，臭吗？评价一下这次的服装造型呢，然后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其实我很喜欢小六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小男孩。然后还喜欢那个王姬大典的那套衣服，那个女装是让我会觉得哇，好漂亮。